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手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今天呢，我们要来拆解一段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演说。到底一段话要怎么样才能够扭转一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核心。各位有没有想过，一句话的力量极限到底在哪里？大部分时候啦，我们讲话其实就只是在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对吧？但有时候，在一些非常非常关键的时刻，语言本身它其实是能够创造现实的。丘吉尔在1940年发表的这场演说，就是一个最完美的例子。它真的不只是一场演说，它更像是一道精神上的铜墙铁壁，甚至是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这次的分析，我们会分成5个部分来走，带大家一步一步拆解。首先呢，我们会先回到1940年那个最黑暗的时刻，感受一下当时绝望的气氛。接着，我们会拿出放大镜，来看看丘吉尔手上到底有哪3样说服力的神兵利器。再来，我们会深入文本，一句一句看他是怎么架构出那种必胜的决心。然后我们会聊聊永不投降这句话，它背后其实还藏着别的意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会从中提炼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依然能够用上的领导力启示。好，话不多说，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吧。有句话说，时势造英雄。要真正理解这场演说为什么这么震撼，我们就必须先把自己丢回那个几乎可以说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年代。这真的不是在和平时期的什么激励演讲，这是在悬崖边上的最后一次呼喊。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时间轴，这个节奏真的快到让人窒息。你看，5月10号，丘吉尔才刚接下首相这个位子，但整个欧洲大陆的战局早就已经濒临崩溃。接着5月26号，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虽然奇迹式地撤回了30多万人，这在当时还被称为敦刻尔克奇迹，但千万不要被奇迹这2个字给骗了。事实上，那是一场非常惨重的失败。英国远征军几乎是把所有重装备、坦克、大炮、车辆全部都丢在了法国的海滩上，回来的士兵手上只剩下步枪。所以你可以想象，整个国家的士气可以说是跌到了历史的谷底。就在撤退结束的当天，6月4号，丘吉尔走进下议院，发表了这场演说。当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孤立无援、随时可能被入侵，而且人心惶惶、濒临崩溃的国家。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丘吉尔的演说之所以能成功，绝对不是偶然，也不是单纯靠他慷慨激昂的语气而已，他的背后是有着非常精密的修辞学结构。我们可以借由古希腊的一套经典理论来拆解他布下的这个说服力的天罗地网。这套经典的说服力框架包含了3个核心支柱，第一是演说者的信誉，也就是 ethos。第2是情感的连结 pathos， 第3是逻辑的力量 logos， 就是这3根柱子稳稳地撑起了整场演说那种无可匹敌的力量。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 ethos， 也就是演说者本身的信誉和权威感。你想想，丘吉尔虽然才刚上任，但他过去就一直以对纳粹的强硬立场而出名，在那个主流政治圈都主张绥靖政策，觉得可以安抚希特勒的氛围里，他几乎是唯一的鹰派。所以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他的话语本身就带有一种潜台词，就是看吧，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事情会这样发展。这个分量在当时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比的。加上他那个坚定不移的语气，完全没有一丝犹豫，这在人心惶惶的时刻就建立起一种这个人我们可以信任的强大形象。第2个武器是 pathos， 情感诉求。重点来了哦，这场演说与其说是一份战况报告，不如说是一次对全国人民心灵的召唤。他完全没有回避眼前的惨况，但他非常巧妙地把人民的恐惧转化为愤怒，把绝望转化为决心。
它唤醒的是英国人最深层的民族自豪感、对自由的渴望，还有那种我们绝对不屈服的集体意志。这不是冷冰冰的分析，这根本就是点燃人们心中火焰的战鼓。最后是 logos， 逻辑论证。丘吉尔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但却强大到你无法反驳。他先是承认了失败，也承认了眼前的巨大危机，但他完全没有给出任何其他的选项，没有谈判，没有投降，也没有妥协。他提出的唯一一条合乎逻辑的路就是战斗。他透过这种方式，让任何投降或是弹劾的想法，在逻辑上就直接宣告破产了。这是一种非常强悍的论述手法，等于是直接把其他的路都堵死了。好的，在理解了这个 ethos、pathos、logos 的整体框架之后，我们现在就要像拿着手术刀一样，深入这篇演说的文本，来看看丘吉尔到底是怎么用字遣词去打造出这份决心的蓝图。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段话的气势。我们将在海上和海洋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保卫我们的岛屿，无论代价如何。各位光是听，是不是就能感觉到那个排山倒海而来的气势？这里面呢，第一个武器就是在修辞学上说的排比法。简单来说，就是用同样的句式不断的重复。你可以听到他一直重复 "We shall fight, we shall fight"， 我们将作战，我们将作战。这就创造了一种史诗般的、几乎带有催眠效果的节奏感。听众会不自觉地跟着这个节奏，内心那股战斗的意志也就被同步点燃了。再来，他透过场景一层一层的堆叠，把战场从海洋扩大到天空，再到陆地本身。每一句都像是一层新的防护罩，不断地加上去，最终形成一种无限延伸、永不破碎的强韧形象。我们继续聊下去，接着这一段可以说是整场演说的最高潮。我们将在沙滩上作战，我们将在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作战，我们将在山丘上作战。这一段的心理学操作真的可以说是天才等级。他把战斗这件事从刚刚那种宏观的、抽象的军事领域，瞬间拉回到每一个英国人最熟悉的生活场景。沙滩、田野、街道，这些都是家园的一部分啊。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战争不是军人的事，是每一个人的事，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所以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是战士。他把保卫国家的责任就这样直接的沉甸的放到了每一个听众的肩膀上，让这变成了一项无可回避的个人义务。好，但这场演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说给两种完全不同的听众听的。它表面上是对着英国国内喊话，但骨子里它其实同时在跟另外一群人对话。这就牵涉到当时非常微妙的国际外交情势了。简单整理一下，它有2个讯息频道，对内的讯息很明确，提振士气，团结人民，展现出国家绝不屈服的意志。那更关键的是说给大西洋对岸，那个当时还在奉行孤立主义、隔岸观火的美国听。丘吉尔需要向罗斯福总统和美国人民证明，英国不是下一个法国，英国绝对不会投降。他要传达的讯号是，我们是值得你们投资的盟友，我们会战到最后一刻，你们未来的援助绝对不会白费。这份对外的信号，在演说的结尾，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直到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刻，新世界将以其全部的力量和威力挺身而出，拯救和解放旧世界。这里的新世界，讲白了，指的就是美国。这句话几乎就是在直接对着大西洋彼岸喊话了。它既是一个求救信号，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信心的预言，暗示着最终的胜利是需要美国加入的。这真的是非常高明的外交辞令。好喽，分析完历史，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回归到当下。丘吉尔在80多年前的危机中所展现的沟通艺术，对今天的我们，无论你是在做企业管理、团队领导，甚至是个人在面对挑战的时候，都有非常深刻的启发。我把它提炼成危机沟通的3个关键步骤。第一，直面残酷的真相。丘吉尔从来不粉饰太平。
这就像一家公司产品出了大包，与其遮遮掩掩，还不如由 CEO 亲自出来，坦白承认错误，这才是重建信任的第一步。第二，定义清晰的愿景，在混乱当中给出一个简单、坚定不移的前进方向。对他来说，这个方向就是战斗。第三，激发集体行动，把眼前的挑战定义成一个共同的责任和崇高的目标，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是某个伟大事业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为公司卖命而已。所以，我们这次分析的核心观点其实很简单：真正伟大的沟通，不只是在描述未来会发生什么，它本身就在创造未来。丘吉尔的演说没有变出任何一兵一卒，但他创造了英国人民战斗到底的决心，而正是这个决心，最终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最后，也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什么是你绝对不会投降的那个山丘？是你的原则、你的梦想，还是你对家人的承诺？找到那个你愿意为之奋战到底的目标，或许你也能发挥出超乎自己想象的力量。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丘吉尔的演说中学到，顶级的沟通者，他们是用语言来塑造信念，并且用这个信念去创造新的现实。他们懂得诚实的面对危机来建立信誉，懂得用情感连结来凝聚人心，更懂得用清晰的逻辑排除所有杂讯，然后指引出唯一的方向。这不只是历史故事，更是我们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的力量。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